美以全面压制，伊朗海空双线崩溃。以色列导弹炸翻德黑兰核心区，15国遭袭。海湾大战爆发，欧洲正式卷入中东战局。伊朗最高权力机构被团灭。美军与以色列针对伊朗展开的史诗狂怒行动已经进入第4天，战火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呈现加速扩大的态势。从空中到海上，这场高强度军事行动正逐步演变为一场全面压制战。根据 The War Zone 披露的消息，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证实，美军正在将更多战术航空兵力快速推向中东战区。除原本部署的主力机群外，大批 F-35A Lightning II 逆踪战机与 F-15E 打击鹰战机已从欧洲紧急调动进场。与此同时 ，B-2幽灵、B-1枪骑兵、B-52同温层堡垒等战略轰炸机也从美国本土起飞参战。如此等级的空中集结，在近年来的区域冲突中极为罕见，几乎是把美军最具代表性的远程打击力量一次性压上战场。行动前3天，美军已对超过1700个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范围涵盖指挥中心、防空阵地、雷达系统与弹道飞弹发射设施。然而，密集空袭带来的不仅是火力优势，也让战场空域异常拥挤。伊朗方面持续发射飞弹与无人机，各国战机在有限空域频繁穿梭，风险陡升。据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曾误击3架美军 F-15E， 这类误判事件凸显了战场环境的高度复杂与紧绷。美国总统川普曾暗示，行动可能持续4至5周。如果说空袭规模令人震撼，那么海上战局的变化则更具战略意义。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表示，美军已在海上摧毁17艘伊朗舰艇，其中包括1艘主力潜舰。美方宣称，这一连串打击已使伊朗海军作战能力陷入瘫痪。这一结果直接改变了区域海上力量版图。过去数十年间，伊朗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拉伯湾与阿曼湾一带以舰艇骚扰国际航运，但目前几乎看不到伊朗军舰活动的踪迹。虽然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飞弹试图反击，但随着发射阵地被持续锁定清除，其反制能力正在迅速衰减。与此同时，美军在空中行动上呈现出更系统化的节奏，一方面持续轰炸固定军事设施，另一方面强化对机动发射车、移动防空节点与临时指挥系统的侦测与摧毁。战术覆盖从点状清除扩展到动态猎杀。这种作战模式显示打击已经进入压缩对手生存空间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次空袭的一个关键转折，并非来自昂贵的逆踪战机或巡弋飞弹，而是一款代号 Lucas 的制空攻击无人机。根据陆军识别报道，这款由 SpectreWorks 开发的无人机具备长达6小时制空能力与约650公里作战半径，可携带18公斤高爆弹头，对敌方雷达或机动飞弹车实施俯冲自杀式打击。Lucas 的诞生背景带有明显针对性，它被视为对伊朗 Shahed 136无人机威胁的回应，因此也被外界称为美版见证者。其单价仅约 3.5 万至4万美元，远低于传统巡弋飞弹成本，使美军能够以蜂群方式大规模投放，形成低成本、高消耗、持续压制的新型战术。更关键的是 ，Lucas 不仅是一次性攻击武器，它还能在多领域无人系统通讯、网状网络中担任中继节点，强化战场通信韧性。在强烈电子干扰环境下，这种分布式网络结构有助于维持指挥链稳定，支持分散式作战。从战略层面来看，这场战役显示出五角大厦正在调整打击逻辑，减少对昂贵巡弋飞弹的依赖，转而大规模运用可消耗型无人系统，持续压迫对手防御纵深。高端逆踪轰炸机负责关键节点打击，低成本无人机负责长时间猎杀与消耗，形成高低搭配的复合式空中压制体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消息称，美以正向一个在去年6月后成型的伊朗库德武装力量提供武器与资源支持。该组织规模已达数千人，并吸引部分伊拉克库尔德人员加入。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意味着冲突将从国家对抗转向内部裂解加外部施压的复合模式，
中东局势将进入多线并行的发展阶段。据阿拉伯媒体披露，以色列已在夜间于伊朗境内展开地面渗透行动，行动由 Mossad 与特种部队协同执行，属于高度机密、精准部署类型。这类行动的意义并不在规模，而在象征，它意味着军事行动已突破远程打击边界，进入实地触及阶段，区域安全等级明显上调。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 Israel Army 的非官方账号也宣称，以色列地面部队已进入伊朗境内，并以极端措辞渲染战果。不过，这类说法尚无法独立验证，更多反映的是舆论战与心理战层面的升级。与此同时，近期有消息称，以色列空军动用 F-15战斗机，在叙利亚与约旦上空发射7枚空射弹道导弹，对阿里·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的官邸区域实施高强度打击。据称，所有导弹在极短时间内命中同一街区，相关区域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总统府附近设施，造成重大破坏。根据说法，这批导弹发射后迅速爬升至约120公里高空，进入近太空弹道中段飞行，绝大部分轨迹位于大气层之外，从而规避地面雷达的传统探测范围。在载入阶段，弹体以超过马赫5的速度高速俯冲，几乎垂直命中目标。这种亚轨道垂直载入模式被部分军事观察人士形容为兼具高空规避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的组合打击方式，拦截难度显著提升。外界推测，这类能力可能源自以色列黑麻雀金色地平线系统。该系统原为箭式反导系统测试靶弹，具备弹道飞行特征。如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空射实战型号，其理论优势在于利用战机机动性与高空初速，实现远程压缩反应时间的精确打击。从战术层面看，若空射弹道导弹能够稳定实现高空亚轨道飞行与可控载入制导，其确实可能对传统防空体系构成挑战。大多数防空雷达针对的是中低空或标准弹道轨迹目标，而高抛物线近垂直载入的飞行模式会缩短拦截窗口并增加预警难度。不过，目前公开渠道尚未提供独立且权威的证据证实此次行动的具体细节，包括命中数量、损毁程度及高层指挥体系受损情况。就在紧张局势升高之际，又一条震撼消息传出，以色列空军 F-35I-ADIR 隐身战机，据称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一架伊朗空军 Yakovlev Yak-130 高级教练机。若这一战果得到确认，将被视为5代隐身战机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战机的标志性案例之一。根据战场叙述，当时这架雅克130紧急升空，试图拦截以色列 Hermes 900无人机。然而，在尚未锁定目标前，便被 F-35I 以超视距方式锁定并发射导弹击落。从技术层面看，差距本身已说明问题。F-35I 具备隐身设计与先进航电系统，强调先敌发现、先敌打击。而雅克130原本定位为高级教练机，虽可挂载武器，但在雷达探测距离、电子战能力与生存性方面，难以与5代战机抗衡。这种对抗更像是体系与平台代差的直接碰撞。如果伊朗确实需要将教练机推上一线防空，至少反映2个可能：一是主力战机出动受限或消耗严重；二是首都空域面临即时压力，不得不动用可用资源。但目前相关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无论如何，这类事件本身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单一战果。若以色列战机能够深入德黑兰周边空域执行任务，说明伊朗防空网络正承受巨大压力。空中优势一旦形成，将为后续打击核心设施、指挥节点乃至政治象征目标创造更大空间。从边境空袭到纵深渗透，再到首都上空的空战传闻，中东冲突已呈现全面升级态势。空域安全正在被重新定义，海上力量、地面渗透、内部武装力量与无人系统作战交织展开。中东战火正以前所未见的密度蔓延至整个海湾。近期，伊朗针对海湾地区15个国家发动大规模弹道飞弹与无人机攻击，被外界形容为该区域历史上最密集的一轮跨境打击。
根据各国公布的数据，防空体系在高压之下仍维持相当拦截效率。伊拉克对外宣称拦截率达 97%， 封锁率 93%， 整体防御成功率约 90%。以色列与巴林拦截率约 95%。沙乌地阿拉伯与阿曼尚未公布完整数据，但初步迹象显示，关键设施未遭重大破坏。这是海湾国家首次同时面对如此规模的空中威胁，防空网络几乎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还有消息指出，希腊空军2架 F-16 Fighting Falcon 战机在塞浦路斯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拦截并击落2架来袭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事件虽规模有限，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中东冲突的外溢正逼近欧盟边界。据防务消息来源称，这2架无人机自东部方向逼近塞浦路斯敏感空域，飞行高度较低，速度缓慢，典型自杀式无人机特征。面对这种小而慢的目标，希腊战机依靠机载雷达与快速反应机制完成锁定与拦截。整个过程时间极短，体现了成熟防空体系对低空威胁的处理能力。塞浦路斯是欧盟成员国，近年来在地中海东部安全架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前，法国与英国已加强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英国在 RAF Akrotiri 基地维持空中部署，法国也派出海空力量支援防空。希腊此次出动 F-16，本属联合防御框架内的预防性部署，如今真正投入实战，意味着防空态势已由威慑转为实际应对。另外，土耳其国防部通报称，一枚自伊朗境内发射的弹道导弹在飞行过程中穿越伊拉克、叙利亚方向空域，随后朝土耳其领空逼近，地区防空系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关键时刻，部署在东地中海方向的北约防空力量实施拦截，成功在导弹进入敏感空域前将其摧毁。残骸坠落于土耳其哈塔伊省德尔特约尔区，经核实为拦截所用防空导弹的碎片。官方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此前在美伊与伊朗的对抗中保持相对审慎立场，未全面向美方开放军事基地，试图在地区博弈中维持战略回旋空间。然而，导弹飞越周边空域并逼近本土，使其安全环境骤然恶化，客观上压缩了政策模糊空间。土方随即发表强硬声明，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领土与领空安全，保留对任何敌对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同时呼吁各方避免进一步升级，并将同北约盟友持续磋商。表态既传递威慑信号，也为后续外交协调预留通道。从战略层面看，此次事件的敏感性在于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一旦被认定遭受武装攻击，理论上可能触发集体防御框架下的政治磋商，甚至进一步行动。虽然目前尚未进入正式机制层面，但误判拦截残骸落地这一链条已经显著提升了冲突外溢风险。更关键的是，导弹飞行路径跨越多国空域，本身就意味着区域防空体系处于高压运转状态。任何一次识别延误、雷达误判或拦截失败，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当前局势的危险不在于单次事件本身，而在于高密度军事行动环境下的系统性风险累积。随着伊朗对周边国家发动高密度导弹与无人机攻击，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加快军事部署节奏。周二，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将法国唯一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戴高乐从波罗的海调往地中海，以强化对中东盟军军事资产的保护。马克龙表示，戴高乐号将由护卫舰编队及舰载机联队护航行动。与此同时，法国已向中东部署阵风战机及防空、机载雷达系统。他强调，这些举措属于防御性质，将根据需要继续推进。此前，法国、英国与德国虽未参与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 Operation Epic Fury 空袭行动，但均表示准备拦截针对区域内盟友发射的导弹与无人机。马克龙透露，法国军方已在冲突初期基于合法自卫原则击落多架无人机，以保护盟友领空，但未公布细节。法国此番调动与塞浦路斯局势密切相关。周一，位于塞浦路斯的英国空军基地遭无人机袭击。塞浦路斯作为欧盟成员国
而法国近期又与欧盟强化战略合作关系，使巴黎方面更有政治与安全动机出手支援。马克龙还提到，法国与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签有具约束力的防务协议，并对约旦与伊拉克作出承诺。与此同时，英国也迅速行动。英国国防部宣布，将45型防空驱逐舰 HMS Dragon 及2架野猫多用途直升机部署至东地中海。45型驱逐舰被认为是全球防空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之一，配备海毒蛇导弹系统，可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射并导引多枚导弹，对无人机与巡航导弹具备高效拦截能力。事实上，英国今年稍早已强化中东部署，包括台风战机与 F-35战机、陆基防空系统及反无人机部队。英国军方表示，过去24小时内，英国战机已在约旦与伊拉克空域击落多架无人机。外界也注意到了，现在的伊朗已经不是谁来接班的问题了，而是根本没人敢接班。当地时间3月3日，伊朗体制内发生了一件极其关键也极其致命的事情。按照伊朗宪法规定，负责选举最高精神领袖的专家会议，88名成员在德黑兰南部的什叶派圣城库姆秘密开会，讨论的核心只有一个：谁来接替已经身亡的阿里·哈梅内伊。但这场会议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有结果。原因很简单，这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人员构成已经被以色列提前掌握。为了躲避打击，这88名神职人员刻意避开传统宗教场所，改在一栋旧楼里集会，但最终仍然遭到精准空袭。结果是88人全部遇难，伊朗唯一合法产生最高精神领袖的选举机构被整体清除。这件事的政治意义非常清楚，伊朗在战争状态下已经失去了可运作的最高权力交接机制。哈梅内伊执政37年，他的前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者鲁霍拉·霍梅尼执政10年，而现在如果有人接任这个位置，政治寿命恐怕不是按年算，不是按月算，而是按天，甚至按小时算。这个位置已经从权力巅峰变成了最显眼的死亡靶心。与此同时，哈梅内伊家族本身也遭受了严重打击。公开信息显示，哈梅内伊本人、其79岁的妻子、女婿、女儿以及孙女均已身亡。其儿子一系被认为暂时仍然存在，但情况并不透明。就在这个背景下，一条消息开始流传。伊朗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报道称，在伊朗革命卫队的推动下，专家会议曾在3月2日秘密推举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作为下一任最高精神领袖。这里必须说明，这一消息的来源具有明显政治立场，真实性仍然存疑。但即便这只是讨论本身，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因为在当前环境下，谁被公开推举，谁就等于被点名清除。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已经反复被验证过的现实。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看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体系中的真实地位。革命卫队只效忠最高精神领袖，不受总统和政府系统节制，长期掌控石油、电信、金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同时也是镇压国内抗议的核心力量。最高精神领袖一旦缺位，革命卫队事实上就成了国内唯一还具备完整组织力和武力优势的权力核心。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推动新的最高领袖人选是一种自保行为，逻辑上说得通。但问题在于，现在这个时间点，推任何人上台，都是在把这个人送上绝路。级别越高，被斩首的优先级就越高。这一点，外部已经说得非常直白。3月3日，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美军当天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并命中了新的领导层目标。而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卡茨的表态更直接，谁接任哈梅内伊，就定点清除谁，不允许再出现第二个哈梅内伊。这并不是威胁，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伊朗一名新任代理国防部长在3月2日刚刚获得任命，当天就遭到精准打击身亡。也正因为如此，在哈梅内伊去世超过5天之后，伊朗高层几乎无人敢公开集会，哪怕是象征性的政治活动也全面停摆。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伊朗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次领导人更替的危机，而是整个体制在高强度外部打击下，是否还能完成一次权力交接的考验。当最高领袖的位置从权力象征变成死亡标记，这个体系还能走多远，已经不是内部意愿能决定的了。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